可以听到，非常清楚。OK，行，那我们开始呗。提出一些关于基本的知识和一些我们现在在 Web 上面用到的一些技术，还有对将来的展望。大概会讲这么4点，一个是说，什么是云游戏这一块，我相信其实大家都已经比较了解了。今天时间有限，可能会稍微快一点略过去。第二点是关于说我们为什么要在 Web 上面去跑这个，去运行这个云游戏的理由，还有它的优点。第3点呢是关于说我们在云游戏上面在 Web 上面去提供云游戏的服务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技术。然后最后是说我们浏览器要怎么去帮助云游戏的发展和提升，和那个更好的去让云游戏去运行在浏览器上面。首先说Cloud Gaming 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说一个在线的在游戏上面运行，在服务器上面运行，然后将游戏串流到本地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其实大家都了解了。我这边主要提的一点是关于我们在游戏上面可能会用到一些小边缘计算 Edge Computing 这样的概念。在中国我们做云游戏的实践上，我们的游戏的服务器可能就都是在 NAT 之后的，在 NAT 之后。这样一来呢，这个服务器可能是没有，它可能是没有那个 public access 的那种公网的 IP 的。然后在网络延迟上面呢，因为我们的边缘服务器一般都部署在像这种2、3线的城市，这样一来呢，它相对于中心化服务器我们可能要部署在一些大城市。这样的话，我们的边缘服务器它们的网络延迟可能会更低。在游戏场景下面，因为网络延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技术呢，就可以说能够有效的去降低一些延迟，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实践。然后这边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个我们在中国去做一个云游戏的一个实践的例子，是网易去做的。他们是这个网易我们做的云游戏呢，其实有 PC 的，还有 Android 的，这两个平台的，但是没有像 Xbox、像 PlayStation 这样的主机平台是没有的。我们做的这些 PC 的游戏呢，他们是通过那个 QEMU 去跑虚拟机，然后有英伟达的显卡。然后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的 PC 用户和 iOS 用户，就是客户端的用户，都是使用浏览器去做这个客户端的，而没有独立的原生的那种 native app， 没有 app。他们在安卓上面有 app， 但是在安卓上面也是可以使用浏览器连接的。这样一点其实就是他们做这个云游戏的体验呢，就也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产品去在这个 Web 上面去运行，而且运行的相当好。我们看在1线城市上面，可能网络延迟也小于10毫秒，然后玩一些 RPG 或者是去玩它 RPG 的体验是非常好的。去玩一些FPS 游戏的时候呢，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但基本上都是还算是可以接受的体验。这样一个场景呢，其实已经在商业化上面验证了。他们现在收费大概是1.8人民币每小时的样子。这是一个在国内做云游戏的一个真实的 case。这个 case 呢，其实它就是中间我们讲到一点，它是只用浏览器去做客户端的，所以说它的整个的云游戏的这样体验呢，都是建立在 Web 的基础上面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 Web？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这种点击即玩的这样一个体验，它只要说有浏览器就能用嘛。第二一点就是关于刚才有人提到说什么叫在那个广告的网络上面去分发。事实上就是说我们看网易上面其实会有一些推广，比如说像一些他们网易也是一个自己的
自己是一个游戏公司，他们的游戏，比如说《异水寒》在官网上面，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是有，就是试玩的按钮，有一个那样的试玩的 button 在上面。如果你点击的话呢，就会直接去打开他们的云游戏，然后去启动这个游戏去试玩一些内容。他们也会把这样的广告去投放到其他的平台上面，比如说投放到 PC 的一些广告联盟这样的东西上面。然后使用 Web 平台，用 Web 作为云游戏的平台，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点，比如说我们在浏览器上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包括视频解码，然后包括键盘和鼠标的实践，包括手柄的 API，这些东西在浏览器上面都是有良好的封装、良好的上层封装。如果是去做 native 的话，这个事情会比较复杂。最后一点就是它是跨平台的，甚至在手机上面也是可以用的，就是这些技术都是非常成熟了，而且是经过考验的，所以比上 native 上面它的开发成本要小很多。我们现在在云游戏上面用到的技术，Web 技术，主要也就是这么一些，比如说 WebRTC，我们在 WebRTC 上面，去做连接、做视频的串流、做控制心率的转发这样的东西。然后视频编码呢，我们用 H264或者是 VP8。然后鼠标事件就是 Point Events，然后有 Point Lock 的 API 去做一些 FPS 这样的游戏，去做鼠标的相对位置的移动。包括全屏的 API、Full Screen API，还有手柄的 API、Gamepad。有这些 API 呢，其实我们在 Web 上面已经是可以比较好的去实现这个玩云游戏的一个体验了。但是其实我们在浏览器里面呢，它还是在不管是在体验上面还是在开发上面都会有一些短板。比如说我们的回放的 buffer 是无法控制的，那视频可能需要就是说有一定的回放延迟，这个延迟我们是很难在 JavaScript 这个层面去做优化的。第二点呢，是我们即使是使用了 Point Lock 这样一个 API，我们也是很难去拿到鼠标的真实移动的，因为可能有操作系统相关的鼠标的加速，它的指针可能和真实的移动还不太一样，在游戏场景下面呢就会比较明显。另外，我们用 WebRTC 的话呢，它其实是没有像 H265 AV1 这样的现代的解码的，现在的视频解码，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 H264。另外就是有一个关于体验的一点，就是像现在 Google Chrome 这样的实现，它按 Escape key 的时候，按 Escape 这个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消息的那种提示。这样我这边有一张就是图片，就是在我们现在在网易的平台上面去玩这个游戏，这是一个窗口，这是一个 Chrome 的窗口。然后如果说你去就是里面的脚本去调用那个 Point Lock 的 API。来实现说我视角的转动，这样窗口上面就会浮现这样一个 toast， 上面说press escape to show your cursor， 然后每一次你使用这个 point lock 的 API 去锁定一个鼠标的时候，它都会显示这一行。这个对于用户来说，虽然说因为我们使用 point lock 会把鼠标隐藏掉，对于用户来说，他需要一个去了解它怎么去把鼠标去显示出来的这样一个方法。但是对于就是说经常去玩的，或者说在这个平台上面已经熟悉了的用户，其实这个提示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多余的，而且会有一些影响操作。比如说这是一个全屏的场景，在这个全屏的场景下面呢，我们就是也是去用 Point Lock API。这个全屏的时候，这个推出的方式变成了 Press and Hold。但是这个提示显示出来的时候呢，只要你每一次去按那个 Escape 键，它就会显示一次，在 Google Chrome 上面，84现在是84版本。然后像比如说我这个界面，这个游戏的界面顶上呢是有一块操作栏的，是有一个 UI 可以操作的。不过你这个 pop 出来的这个消息呢，你
它是会挡住的鼠标的点击。如果你用鼠标去点它的话呢，底下的那个 UI 就点不了了，你必须要等这个消息消失以后才能点。而且一般像游戏里面，我们打开这个菜单都是用 Escape 键，所以你只要把这个菜单一打开，这个提示就会弹出来，然后去挡住你的操作。在我们的用户调查里面，这个体验是比较差的。不过像 Edge，就是用 Chromium base 的那个 Edge，其实现在是只会在进入全屏的时候显示一次，后面就不会显示了。这个是不同浏览器的实现会有一些区别。我查了一些W3C 的标准，其实标准里面也没有规定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显示或者怎么样，它只是说规定会需要一个默认的手势去把它关掉，去退出来这个全屏状态，但是没有说这个全屏状态应该怎么提示。关于之前我们说到一些短板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关于标准上面的一些改进，或者说关于浏览器上面的一些能力想要提供，像之前说的编码有一个 Web Codex，这个是游戏设计组的一个 report，已经是有一些我感觉是有一些进展了。然后另外就是关于之前提到的那个操作系统级别的鼠标加速，这个在 W3C 的标准里面也是有一些 issue。然后之后呢，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状况，现在会有一些进展在上面。其实我们后续还会想要有一些新的去 API 或者能力去做一些更好、更对云游戏场景下面更合适的一些事情。总结一下，因为之前有一些东西跳过去了，我们想说就是，在浏览器场景下面去做云游戏呢，这个事情已经是做的比较好了，而且呢，Web 这一块已经是云游戏上面最重要的平台没有，然后因为之前也提到了说 Web 上面有一些很好的能力去做这些事情。浏览器呢，其实也没有做到最好、最理想的那个体验。我们浏览器上面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就有一些讨论说我们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这一部分呢，由我的同事金钱来给大家做一些来领导这个讨论。金钱。Hello everyone. I will use the English to share in this part content uh, so Monica, I will use the English. Could you help me translate to the Chinese to the Chinese friend? Thank you. Okay. Uh, okay. Uh, okay. Let's start. Uh, the content we want to discuss in this presentation, and we have uh, three parts to sharing. So the first is we try to find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user friendly and the safety toasts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 in the uh, cloud gaming on the web. We also have 2 points to sharing, and we can discuss if it is a efficient way to resolve the problem. So the first is the ability to cancel pop-up toasts when pressing functional keys. Zhao Ming just to sharing the picture, the some browser maybe use the browser UI to hide the cloud gaming
game UI. So this maybe not browser functionally ability and just the browser UI function. Uh, but we try to find a better user experience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The second is uh, when we use the uh, pointer lock API to handle the ESC key, and sometimes it's not works. Uh, we just to discuss whether it is a web standard problem. Um, and the second part, we want to um, sharing a user case to uh, find some new capabilities in the web. Uh, we just to use the mouse point to the to some positions, and maybe the browser need to uh, provide some new API to move the cursor to some point. This is a use case in the cloud gaming. Okay. The last is way how can we to use the HTTP3 and or the quick to in the cloud gaming to transport the streaming better. So this is three parts content, and anybody can sharing the sharing your ideas.